Buffer 輸入緩衝，沒有緩衝的話，玩家只能在這個事件結束到動畫結束這個窗口期才能觸發連擊。但是有了緩衝以後，當你播放第一刀動畫時，如果你提前按下了攻擊鍵，系統會把這個操作記在小本本上，等第一刀結束就會立即打出第二刀，這樣手感變得非常絲滑。這幾行就是體現輸入緩衝的代碼。有朋友說想知道攻擊的代碼是如何實現的，那麼今天我們就來好好看一下這個腳本。腳本我會放在評論區。首先，整個玩家的行為是基於有線狀態機實現的。關於有線狀態機的內容，之前做過一個視頻，感興趣可以去看一下。如果你暫時不清楚什麼是有線狀態機也沒有關係，我用一句話來概括一下，就是將玩家的行為劃分成一個一個狀態，待機狀態、行走狀態、攻擊狀態等等，並且以狀態為基礎去組織你的代碼。OK， 回過頭來再看一下這個攻擊的腳本。攻擊繼承了 state， 使用了一個枚舉值，把攻擊分成了不同的階段 ，Combo 1、Combo 2， 攻擊結束和 Air Attack， 也就是空中的攻擊。空中的設定是只能一段攻擊，複用了 Combo 1的動畫。Enter 函數的前面幾行是一些前置性的工作，獲取了一下兩段攻擊的檢測區域。而這個 Negative All Hit Areas 是怎麼回事呢？我們來看一下，這些函數都是通過設置這兩個參數的 True or False， 開啟或者禁用 Aware2D 的檢測。Negative All Hit Areas 這個函數只是把兩個禁用的函數放在一起而已，這是防務處的一個變量，稍後再做介紹。還需要連接兩個信號，一個監聽動畫播放過程中的事件，也就是攻擊判斷框開啟和關閉的事件，一個是 Spine 動畫結束的信號。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腳本，我畫了一個簡單的流程圖。在進入狀態時，通過判斷角色是否在地面上，決定了進入的是 Combo 1階段，還是空中的 Air Attack 階段。它們播放的動畫是一樣的，但是物理邏輯上有差異。地面的 Combo 1按照我的設定是降低水平方向上的速度，並且在一開始的時候給了一個急剎車，消除奔跑帶來的慣性。而空中的攻擊通過將重力減小，實現了攻擊時的滯空感。在 Start Combo 1和 Start Air Attack 函數中，只是播放了動畫，並且将相應的物理參數初始化了。而詳細的物理邏輯處理則寫在了 Physics Update 中。Enter 函數就是實現了這麼些邏輯。我們接着往下看 Physics Update 函數。剛剛的防抖變量在這裡就發揮作用了。解釋防抖變量之前，介紹一下實現絲滑2連擊的關鍵 Buffer 輸入緩衝。沒有緩衝的話，玩家只能在這個事件結束到動畫結束這個窗口期才能觸發連擊。但是有了緩衝以後，當你播放第一刀動畫時，如果你提前按下了攻擊鍵，系統會把這個操作記在小本本上，等第一刀結束就會立即打出第二刀，這樣手感變得非常絲滑，玩家再也不會覺得按鍵沒有反應了。但是 Buffer 是一把双刃劍，因為它太盡責了，它會記錄每一個細微的輸入信號。Buffer 解決了吞鍵的問題，卻帶來了物聯的問題。這時 Input Cooldown 就必須登場了。防抖的邏輯是在我們剛開始攻擊的這 0.1 秒內，後續的所有信號，一切視為物理抖動，全部丟掉，不要記錄在 Buffer 裡面。
這樣一來 ，buffer 就只記錄了這些真實的有益的連招請求，過濾掉了硬件的噪聲。剛剛說了這麼一大串，實際上實現防抖的代碼就這麼2行。排除了抖動以後，且按下攻擊鍵，將 input buffer 變為 true。注意這裡，此時如果攻擊窗口沒有開，動畫還在播放，代碼只會把 buffer 變為 true，然後繼續下一個物理幀。等到後面動畫播放觸發了自定義事件，把 canCombo 變為 true 的一瞬間，且攻擊所處的階段為 combo 1，才會去執行這個嘗試觸發 combo 2的函數。這幾行就是體現輸入緩衝的代碼，也是絲滑連招的關鍵。來看一下 Fixix Update 中最後的這個函數，處理了在空中和地面的物理邏輯。具體來說，就是在空中攻擊時重力的值減小，在地面攻擊時如果有方向鍵入，移動速度也會變得很小。最後的最後是狀態的退出。在這裡是通過 onAnimationFinish 信號實現的，也就是動畫播放完畢以後，通過調用 state 機類的 transitionRequest 函數實現狀態的切換。這個函數會執行當前狀態的 exit 函數和新狀態的 enter 函數。切換條件也很好理解，在地面上就切換到 idle state， 否則切換到 AS state。到這裡，這個腳本的核心邏輯就介紹完了。如果你覺得我講清楚了，可以給我點個讚。我們下期再見 ，See you。